给我看看有回不来。端下来了，端下来了，端得过来了。就丢在那个原来那个位置，把皮先拿出来洗了。这个担子装着揪人，个个一定要摆账，个个马虎不得。菜肴它是非常传统的一种技艺，景德镇1000多年来都是这样的传统的做过来。它不是千篇一律的，它每一个窑它有它不同的特性。我走过来了。是，我找过来。啊，转过来。什么釉色它适合烧大概什么温区的这个坯，把它满到这个一个匣瓮里面。根据马庄师傅的安排啊，我们去把它满到对应的窑位上去。他把这个整个这个窑路做了一个总体的规划。拿出来一个，问纠正它的产品应该放在哪里。还是也保重啊，上去了窑。来，给我。它需要烧什么温度？还要根据天气的变化。做把章师傅难，就难在这里。做把章师傅，你不但要懂得烧成，而且你要懂得釉料配方。每一次进了新原料，我都要先搞试验，是吧？哪一个白一点，哪一个灰一点，哪一个硬一点，哪一个软一点，要不然你就达不到你想要的这种效果。我刚开始把庄那几年里面，我整整花了将近10年的功夫，天天研究这些泥料啊、釉料啊。除了在窑厂工作搞钻研以外，没有其他的业余活动。我读中学的时候，经常会半夜2、3点钟的时候起来给他开门。后来我问了我母亲才知道，是父亲他烧窑，烧到那个时候工作需要，才能回来休息几个小时，然后又回去烧窑。他需要把柴窑里面几乎每一个岗位都做熟练了，才有机会去做把庄师这个岗位。花了10多年的功夫。我是慢慢的从1级工做到了8级工，从30几岁开始做起，做到现在80多岁，我还在干这些。哎，你好，好久不见了，怎么了？马上就不见了，马上就来烧窑啊！我不来。不来啊？徐家窑，景德镇的镇窑就是古窑的镇窑，景德镇最大的，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窑炉。这是原来7个窑，是在这原来个废弃个7个窑进行复建的。恢复这个窑，我们一起花了几个月的时间，就是按照传统窑炉的1比1的比例把它恢复起来。第1次复烧，第2次复烧，我都在这里担任把章师傅。这就是景德镇使用了1000多年这个传统技术，把它那个恢复了原来的这种水平。很可那个过去传承个部分，就是原来个老窑址。老窑址。当时建国市场有8个窑，7家窑包括古窑的镇窑，都是我手上复建的。景德镇的历代11个窑炉，全是我参与复建复烧的。今朝带来看过这窑炉，就是说，一个是了解过去，景德镇的传统窑炉，其实那个形形啊，它有些个历史。我们现在呢，基本上通过这么多个年的实践，那么说，把各种窑炉变成小型的，既要继承传统，又要这个有所创新，好吧？这个希望就寄托在你的身上。好的。来，接受一下新的科技。您可以拿出您的手机，扫面前的这个2维码，或者微信直接搜索数字景德镇小程序。这个小程序呢，它能让游客们在日常参观的过程中，还可以用打卡拍照的方式去保护遗址。您可以点击。对，巡检这里也是有我们的所有生意点位，点击一个点位就能看到它的信息。我们回答问题，并且立即打卡，你就可以打卡成功这个点位，并且获得一个虚拟瓷器。
器。您可以试一试问问这个 AI 一些问题。请介绍一下徐家窑的历史。徐家窑是景德镇清代御窑官搭民烧最著名的镇窑之一。官搭民烧。历史脉络如下：简创办，清末有秦仙洞、好义山，在其义山窑东侧空间。这位是我们吴家旺老师哈，吴家旺老师是我们国家级的烧制技艺的大师啊。接到，陶瓷就是火的艺术，只有通过一把火，通过高温烧成，你的东西做得好，做得饭，你才能体现得出来。我做工匠的人，我巴不得每一个窑的产品都能 OK， 都能100%。但是我能不能做到呢？我保证不了100%。收出来，但是发射不了，发射不了，我慢不了了。而且这个是薄胎，没有裂，没有裂，有希望，有希望，有希望。我就是这样说，只要我尽心，你做到老，学到老，我把自己所学的东西全部用上。虽然呢稍微的釉还是厚了一点点，厚的低低的好。我认真去做了，好，那几个很漂亮，眼光好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工匠精神，就是这样的。你说还有什么那个要求？开车了。80多岁，我是能工作能出来开车，已经够可以了，是吧？所以说我就没有多大的那个奢望。还有什么要求？我说慢点，好，我慢点，慢点，好，辛苦辛苦的，好的。